云朵和刀郎这对曾经的神仙师徒，如今却一丝丝破裂，这是要上演一出师徒反目的大戏。想当年，云朵凭借一首《我的楼兰》火遍大江南北，那高亢嘹亮的歌声，独特的民族风情，简直让人耳朵花晕。而这成功的背后，自然少不了恩师刀郎的鼎力支持。刀郎对云朵那真是倾囊相授，恨不得把毕生所学都传给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简直是把他当亲闺女一样宠。可如今，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师徒，却传出不和的消息，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据小道消息说，导火索竟然是一场商演。云朵在演出时，大胆改编了刀郎的经典歌曲，这可触碰了刀郎的逆鳞。要知道，这些歌对刀郎来说，那可是心头肉啊！你改我的歌，就像动我的孩子一样，书可忍，审不可忍。更劲爆的消息是，云朵似乎已经另寻高枝，和某大公司签约，这是要自立门户的节奏。如果真是这样，那刀郎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手栽培的徒弟，最终却翅膀硬了飞走了，这滋味想想都酸爽。消息一出，网友们立马炸开了锅，各种猜测满天飞。有人力挺刀郎，觉得云朵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也有人觉得云朵想独立发展也无可厚非，毕竟不能一辈子活在师傅的阴影下。面对舆论的狂轰滥炸，云朵也迅速做出回应，先是在微博上发长文道歉，那叫一个声泪俱下，态度诚恳的不得了，然后又宣布要将商演收入捐给慈善机构。这波操作真是666，更是一记重锤，宣布暂停所有商业演出，这是要闭关修炼的节奏。吃瓜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有网友扒出，云朵最近接的商演可不少，赚得盆满钵满，现在说要捐款，这是以前消灾吗？还有人发现，云朵的经纪人最近频繁出入某知名音乐制作人的工作室，难道是在憋大招，准备王者归来？娱乐圈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又能说得清呢？说不定这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目的是为了博取关注，提升热度。毕竟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只想说一句，贵圈真乱，瓜太多。吃瓜群众表示有点撑，让我们搬好小板凳，继续围观这场师徒大戏的后续发展吧。话说这娱乐圈的瓜，真是比8点档的电视剧还精彩。这部云朵和刀郎这出师徒反目的大戏还在持续上演，各种爆料层出不穷，看得吃瓜群众眼花缭乱。先说说云朵这边，又是道歉又是捐款，又是暂停演出，这一系列操作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表面上看，云朵是真心悔过，痛改前非，但实际上这背后或许另有玄机。有网友扒出，云朵最近接的商演那叫一个多，各种代言综艺节目接到手软，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突然宣布暂停演出，莫非是在以退为进，先避避风头，等事情平息了再出来活动？更让人疑惑的是，云朵的经纪人最近频繁出入某知名音乐制作人的工作室，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云朵是在秘密筹备新作品，准备重出江湖？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波操作可就高明了，先制造话题，引发关注，然后再推出新作品，借势炒作一波，这热度想想都让人羡慕嫉妒恨啊。再来说说刀郎这边，自从师徒反目的消息传出后，刀郎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这更加激起了网友们的好奇心，纷纷猜测刀郎的真实想法。刀郎对云朵的背叛感到失望和心寒，所以选择沉默，不愿再提及此事。也刀郎是在暗中观察，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生，毕竟姜还是老的辣。还有更大胆的猜测，认为这一切都是刀郎和云朵联手策划的一场双簧戏，目的是为了炒作云朵的新作品。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两人可真是成会玩啊。这些都只是猜测，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娱乐圈的水真的很深，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师徒情谊在名利面前或许不堪一击，看看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师徒，最终却反目成仇的例子，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娱乐圈就是一个名利场，充满了诱惑和陷阱，有人为了名利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有人为了名利不惜背叛自己的亲人朋友。在这个圈子里，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才能抵挡住各种诱惑和压力，否则就会被名利吞噬，最终迷失自我。云朵和刀郎的故事
或许只是娱乐圈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这个圈子的残酷和现实。在这个圈子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只有不断变化的利益关系。作为吃瓜群众，我们还是保持理性，不要轻易站队，也不要过度解读，毕竟我们看到的只是娱乐圈的冰山一角，真相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让我们继续保持关注，看看这场师徒反目的大戏最终会如何收场。说不定过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刀郎和云朵一笑泯恩仇，重新携手合作，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只想说一句，贵圈真乱，瓜太多，吃瓜群众表示有点消化不良。还是那句话，搬好小板凳，继续围观吧。我云朵永远是刀郎的徒弟。此话出在云朵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他在演唱会下跪的视频。视频中他穿着白色婚纱裙，戴着头纱，说出感人肺腑的一段话：师父师娘是我的再生父母，一名是师父给的，此生都会感恩。在另一段视频中，他穿着红色礼裙在唱歌时向台下观众下跪，起来后强忍泪水哽咽着歌唱。视频一出，有不少网友对他进行谩骂，称他这一跪不跪天地，不跪良心，不跪父母，不跪恩师，跪的是前程和荣华富贵。这是安东尼大叔对此表态，才让大家看到了他的真实面目。早年间他拜入了刀郎门下，成为了他的徒弟，他也顶着刀郎徒弟的名号收获了不少关注。但当时的音乐圈内因为一些原因对师傅并不待见，抱团对他进行了封杀。他在14年退出了师傅的团队，但两人都并没有公开这个消息。毕竟当时大部分粉丝都是奔着刀郎徒弟名头去听他唱歌的。后来不久他便签约了刀郎敌对公司，他也因为这件事背上了背叛师门的名号。但师傅可能是看在往日情分，还是没有公开两人解约消息，也就表明他不仅有着刀郎敌对方的资源，还可以享受老师光环带来的利益。在今年时隔10年，刀郎终于要开演唱会复出，可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不仅没帮忙宣传，就连现场都没去。他这次的表现也引起大众的不满和猜测，在低谷期退出，签约敌对公司，这一系列事情让他口碑大幅度下降。在他开演唱会的同一天，刀郎发表了声明，表示两人早已解约，并且云朵不能再唱他的成名曲。这声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对他已经非常失望了，并且不能再享受自己的红利。可能是因为这一原因，他才会在台上说出那一番话。随后安东尼大叔也爆出了他的狼心狗肺。他之前与刀郎是音乐合伙人，后来在短视频直播带货。直播时有粉丝请求让他与云朵连麦，但邀请了多次，对方也没有接受，两人粉丝也因此开战，不仅对他的商品进行恶意差评，还对他进行网暴。本想着去对方直播间连麦道歉，便刷了几个礼物，但对方一点面子都没给，并说再刷礼物就下播，两人的梁子也因此结下，粉丝对他开启了长达1年之久的网暴。即使在他生病时也并没有放过，开演唱会他下跪这件事情，安东尼也专门发了一个视频，在视频中说出了他的忘恩负义所做的事情。两人的恩怨究竟是个人原因，还是因为刀郎的牵扯，也不得而知。不过不管怎么样，对自己的恩师都要有感恩之心，不能只看重利益。最后祝愿他们的音乐道路都能越来越好。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喜欢文章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娱乐圈这几天可是热闹的像过年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就差舞龙舞狮了。这不，10月19号在江苏昆山，云朵在演唱会上那一跪，直接把娱乐圈这潭水搅了个底朝天。话说这云朵原名谢春芳，当年也是个追梦的小姑娘，多亏了作曲家秦万东牵线搭桥，这才遇到了她人生中的贵人刀郎。刀郎是谁？那可是歌坛的一把好手，一手打造了2002年的第一场雪，火遍大江南北。他看中了云朵的潜力，把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丫头培养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手。这故事咱今天就来好好说道，看看这师徒二人之间究竟发生了啥。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带大家扒一扒云朵和刀郎这出师徒大戏，看看这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想当年，云朵在刀郎的调教下，那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06年一首《爱是你我》直接让她红透了半边天。那会儿的云朵，那可是民族风的一姐，谁都比不了。刀郎对她那也是真的好，从艺名到音乐路线全都精心安排。
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量身定制。可谁成想，2014年，云朵居然和刀郎的版权公司解约了。这就好比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结果孩子转头跟别人跑了，搁谁心里都不好受啊。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云朵加入了那英的经纪公司。要知道，那英和刀郎在圈里那可是王不见王的关系，云朵这一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直接把刀郎给得罪了。最近，刀郎版权公司的一纸声明更是把这件事推上了风口浪尖。声明里说，云朵被授权演唱的几首经典歌曲，包括《爱是你我我的楼兰西海情歌》，云朵授权期限到2024年底就到期了。不过，刀郎还给云朵留了一首倔强，可以一直唱到2044年。这操作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人说这是刀郎念旧情，也有人说这是刀郎在敲打云朵。这声明一出，网友们可不干了，纷纷跑到云朵的评论区讨伐他。有人说他过河拆桥，在刀郎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也有人说他虚情假意，明明已经解约了，还在演唱会上装深情。更有网友直接开骂，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其实娱乐圈这种事还真不少见，想当年梅艳芳和徒弟何韵诗的关系，那也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有德云社的郭德纲和曹云金，那更是闹得沸沸扬扬。老郭甚至写了一篇长文来控诉曹云金的罪行。说到底，娱乐圈就是一个名利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利益面前，什么师徒情分都显得那么脆弱。云朵在演唱会上那一跪，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逢场作戏，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是真心实意，大家自然会支持你；你要是装模作样，迟早会被大家识破。刀郎这次选择了沉默，或许是大智若愚，又或许是心灰意冷，但不管怎样，他曾经对云朵的付出是不可否认的。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做人不能忘本，无论你飞得多高，都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刀郎和云朵这对师徒，就因为一场演唱会和一段沉默的回应，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刀郎，一个曾经用歌声温暖了无数人的名字，在经历了多年的沉寂后，选择带着他的音乐再次回归大众视野。这场迟来的付出，不仅让歌迷们欣喜若狂，也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震动。与热闹的演唱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他徒弟云朵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应，以及刀郎本人至今的沉默不语。刀郎的音乐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从新疆走向全国，他的歌声里既有西域的粗犷豪迈，也有对人生的细腻感悟。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更是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就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刀郎却选择了隐退，留下外界一片猜测和惋惜。有人说他厌倦了娱乐圈的浮华喧嚣，想要回归平淡生活；也有人说他遇到了创作瓶颈，需要时间去沉淀自己。无论真相如何，刀郎的消失都给歌迷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而如今他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无疑是给华语乐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云朵作为刀郎的徒弟，同样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音乐才女，她拥有着天籁般的嗓音和极强的舞台表现力，在音乐道路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师徒二人，一个用音乐讲述故事，一个用歌声传递情感，都在各自的领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这对师徒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是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说他们情同父女，互相扶持；也有人说他们因为音乐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这些传闻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而这一次，云朵在社交平台上对刀郎演唱会的回应，再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简单的表达了对老师的敬佩和对演唱会的肯定，但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感动。老师的演唱会很精彩，我感动的哭了，等等的一句话，却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感。或许在云朵的心中，刀郎不仅是他的老师，更是他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导师。面对云朵的公开回应，刀郎却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是默认，是逃避，还是另有隐情？一时间，各种猜测和解读甚嚣尘上，将这对师徒再次推向了舆论的漩涡。有人认为刀郎的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支持，是对云朵回应的认可。他或许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过多解释，时间会证明一切。也有人认为刀郎的沉默
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为了避免卷入更多的争议。他或许深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无限放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人猜测，刀郎的沉默或许是因为师徒二人之间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矛盾和隔阂，他们或许因为音乐理念的分歧，或许因为利益的纠葛而渐行渐远。这一切都只是外界的猜测，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我们无法得知，在云朵发出那段回应的时候，内心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也无法得知刀郎在看到那段回应后又会作何感想。但我们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无论是师徒情深，还是渐行渐远，都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片段。对于歌迷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用歌声传递情感，温暖人心。音乐是连接心灵的桥梁，它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而刀郎和云朵作为华语乐坛的优秀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够继续用音乐去感动更多的人，去创造更多属于他们的传奇。这场关于师徒、音乐和沉默的罗生门，或许暂时没有答案，但它却引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师徒关系往往充满了戏剧性，有人相互成就，谱写佳话，也有人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名利如同放大镜，将人性的优点和弱点都无限放大，也让原本纯粹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刀郎和云朵这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师徒，如今却因为一段沉默的回应，被外界解读出各种版本的故事。有人为他们感到惋惜，希望他们能够冰释前嫌，重拾师徒情谊。也有人认为，感情的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旁人无权干涉。无论外界如何评判，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毕竟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有权利去守护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的音乐作品，而不是他们的私人生活。音乐才是他们最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最能引起我们共鸣的东西。刀郎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沧桑的厚重感，仿佛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充满了故事和哲理。他的音乐不局限于某种风格，而是融合了多种元素，既有民族的，也有流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他用音乐讲述着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也表达着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他的歌声就像一杯清茶，能够抚慰人心，也能够引发共鸣。而云朵的歌声则更加清澈高亢，充满了力量和穿透力。他的音乐就像高原上的雪莲花，纯净而高洁，让人心生敬畏。他用歌声传递着对家乡的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刀郎和云朵虽然音乐风格不同，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却是相同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音乐的魅力，去传递情感的力量，而这或许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与其去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如去用心聆听他们的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没有恩怨情仇，没有是是非非，只有纯粹的情感和真挚的表达。让我们放下心中的成见，用心去感受音乐的美好吧。这场关于师徒、音乐和沉默的罗生门，也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另一面。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和无奈。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生活总是被无限放大，一举一动都受到外界的关注和评判。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在这个圈子里立足。而我们作为观众，应该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包容，不要过度消费他们的私生活，也不要随意评判他们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也应该珍惜他们带给我们的美好。这场罗生门或许没有最终的答案，但它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让我们对音乐和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音乐是连接心灵的桥梁，它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将不同的人连接在一起。而刀郎和云朵作为华语乐坛的优秀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够继续用音乐去感动更多的人，去创造更多属于他们的传奇，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无论是师徒情深，还是各自安好，都值得我们祝福。让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音乐，感受生活的美好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和感悟。云朵的感恩之柜，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自从刀郎复出之后，还有一个人也被拉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刀郎昔日的徒弟云朵。至于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刀郎复出开演唱会时，云朵不仅缺席了演唱会，而且也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过支持刀郎的言论。而最近，云朵在自己演唱会上跪谢观众的举动，又一次被网友们质疑是在作假、蹭热度。虽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认为这段感恩刀郎的戏码惹人泪目，然而当镜头扫过台下稀稀拉拉的观众，以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时，这场感恩大戏就显得有些尴尬了。云朵演唱会跪谢观众，这一跪不是跪天跪地，不是跪良心，不是跪父母，也不是跪恩师，而是为了前程和荣华富贵。网友的评论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直接揭露了这场表演的真相。云朵这一跪到底跪的是谁？演唱会之前卖票的情况可能就透露出答案了。据悉，这场演唱会的门票销售情况并不理想，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抖音网友评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2014年正是刀郎深陷舆论漩涡，被乐坛大佬们群起而攻之的时候。当时作为刀郎最得意的弟子，云朵非但没有站出来为恩师说一句话，反而选择了沉默，甚至转身签约了刀郎敌对的公司。如今刀郎带着新歌强势回归，云朵却又想起了师徒情深，这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些。刀郎与云朵更令人气愤的是，云朵不仅自己忘恩负义，还纵容粉丝对刀郎的朋友进行网络暴力。一位名叫安东尼的音乐人就因为在直播时拒绝了云朵粉丝的连麦要求，而遭到了长达1年的网暴。云朵的感恩之跪终究只是一场拙劣的表演，而他的人品也在这场闹剧中暴露无遗。